你长大了，你现在应该彻底的搞明白我们手里的钱到底是怎么赚来的。不管说你现在是20岁，或者说你是40岁也好，你都不懂得钱。如果说从小到大你的父母从来都没有告诉你就是关于财商一类的这方面的知识啊，学校的老师也从来没有教过你在这个社会上啊赚钱的逻辑是什么啊？为什么他不教？因为他也不会啊。再或者说你自己琢磨了20年甚至30年40年，你都始终想不明白这个赚钱其中的道理是什么，那么你认真听好我接下来讲的内容。我这一期是专门为你开设的人生财商的网课啊，就跟上网课一样。我接下来的这几分钟我会带着你一步一步的去梳理通透这个钱到底是怎么来的啊，这个世界上的金钱到底是如何流通和转动的啊，我们普通人如何在这个社会上能够抓住这一部分的财富，然后如何提升自己的收入啊，到底应该如何去搭建一种属于自己的所谓的个人资产，你可以这样理解啊，到底应该如何去树立一种健康正确还有那种的提升认知的财富的方向和认知。但是我提前得给你讲明白哈，我接下来讲的那个内容呢，它绝对不是让你一夜之间可以暴富啊，也不是所谓的成功的这种大师讲的成功学啊，它没有办法教你直接去轻松的能够赚到100万，但是呢，它可以帮你推翻你过去整个10年甚至整个20年你对于金钱上所有错误的一个认知，帮你能够解答无数个你从来没有想通透的财富的问题，可以帮你梳理的非常通透给大家扎扎实实的讲一讲这个我认为的财商是什么我理解的这个财商到底是如何让普通人提升你自己的财富的资产我也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老师哈，你就可以理解为咱俩现在就是同桌上学的咱俩同桌，就咱俩坐在一起，我跟你讨论这个问题正好现在就漫长的暑假也到来了对吧？那么我们趁着这段空闲的时间，就一起去补齐我们从小到大所有人缺失的一堂非常重要的课，叫做财商课。好，现在开课。我们现在应该先彻底的去搞懂金钱在我们整个这个社会当中它是如何去运转的。你考虑这个问题，你只有真正的知道这个钱在社会当中是怎么流通的，那么你才能够搞明白如何让更多的钱源源不断的流进我们自己的口袋，对吧？那首先我们要搞懂第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什么这个核心的问题就是社会上的钱它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市面上它的钞票到底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你考虑这两个问题。如果说放在以前，比方说10年前20年前你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对吧，你的脑海里呢肯定会有和我一样有一个固有的认知这个认知是什么，就是央行开启这个印钞机的机器轰轰隆隆的转个不停，一张张的钞票从那里边印得出来，然后呢印刷出来之后全部分散到各个城市的大银行里边，然后最后呢由银行再发到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的手里。我相信大家小时候都应该有这样一个场景都认为钱是这样来的。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你现在长大了，现实当中的逻辑刚好跟这个逻辑是恰恰相反的。你看，在我们现在这个整体的经济的一个大体系里，那么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的钱它根本就是不是印刷出来的它是怎么来的？它全都是借贷出来的为什么？你看经济的真相是什么，对吧？经济的真相不管是就是这个它不是老百姓去创造了这个银行的贷款，一定不是这样，而是这个银行的贷款创造了这个社会上上上下下所有的存款。所以说现实跟你想象的是完全相反的。我给你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你就明白了如果说你现在是一个普通人你想要在这个社会上做一个门店，然后呢去创业，开一家餐馆或者说开一家饭店，对吧？那么你手里是不是缺少资金投资30-50万需要资金，那么于是呢你就到这个银行你去申请了一笔10万块钱的贷款，对吧？你要知道银行你去贷款的时候，他根本不会把这个宝库打开，然后从里边掏出10万块钱现金，然后放到你的银行卡里，他不是这样。银行只会让柜台的操作人员敲一下键盘，摁一下回车，就直接在你的账户的余额上面多出来了10万这个数字，对吧？那么
就是在银行敲下键盘，你银行卡多出来的那10万资金的一瞬间，那么整个社会上它就凭空的多出来的10万块钱的资金，凭空多出来的。那这笔钱在之前呢，就是完全是不存在的，你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在他敲击键盘的那一刻，操作成功的那一刻，他就真真实实的出现在了这市场上，有一个10万块钱。在这个市场当中当然银行也不是随心所欲的，他也不能随便敲，对吧？不能说想放多少就给你放多少贷款，它不是这样的，对吧？央行它的手里呢掌握着一个控制市场资源的刹车按钮，有一个刹车机制。那么它就是存款准备金啊。商业呢，你看银行它每吸收一笔我们普通用户的存款存进去之后，那么它必须把其中的固定资产的比例冻结在这个央行的账户里面，是绝对不允许把这笔资金拿出来然后再去放贷，是绝对不允许他这样干的，不然的话就乱套了，对吧？那截止到就是现在的这个最新的数据哈，就是最新的数据呢，就是我们国内的这些存款金的准备比例大概率是维持在6%几啊。那目前我们国家的这个 M2 的总量呢 ，M2 就是我们的广义货币，对吧？它的总量呢已经突破了是350多万亿。但是你绝对想象不到的是，真正流通就是通过这个印刷出来的这个基础的货币，就通过你们认为那个印刷出来的，它的总量其实还达不到40亿啊。当然你听到这里啊，你很多人心中有一个疑惑，说我知道钱是借出来的，又能怎么样呢？这跟我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我普通人的生活，或者说我想要赚到钱有什么关系呢？对吧？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那我告诉你哈，这里边它的关系其实对你来说是非常大的。为什么这样讲哈？只要市场上每一天都有人不断持续的去借钱，那么只要银行每天都在不断的去敲击这个按钮，对吧？那么它就能创造新的资金，整个社会的货币量总量它就会一直去变大的，它就会持续的去增多。如果你今年辛辛苦苦的，比如说你去打工，你去上班，你辛辛苦苦攒下了10万也好，攒下了1万也好，你老老实实的把这笔钱你存到了这个银行卡里，那么你会觉得我存的这部分钱，对吧？这1万块钱我放到里边，我是稳稳当当的，它不会消失，我1分也不会少，我随着每年的工作我都往里边存。但是你仔细想个问题啊，在你存钱的这一整年的一个时间里面，对吧？那么市场上他又有无数的人去申请了这个贷款，去找银行借了这笔资金，对吧？那银行呢又无数次的去敲击了这个键盘，创造了新的财富和钱，那么整个社会的资金池子它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无比的扩大，对吧？那你手里的这个1万块钱的本金，它的数字虽然没有变少，依旧是1万块钱，放多少年也是1万块钱，但是它整个市场的钱，你想一下是不是变多了？对吧？它的池子资金量是不是也越来越大了？那么你手里的这1万块钱的购买力，它就会悄悄的缩水然后你的购买能力它不断的会下降，对吧？它资产会不断下降。那么在你完全没有察觉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辛辛苦苦打工攒下来的这些存款就被市场上这些所创造出来的货币悄无声息的就给你稀释，给你贬值掉了那你再看，有很多人他就会非常的纠结，他纠结什么问题呢？说那我不存钱了，对吧？那我还存钱干什么？我不存钱了，我把所有的钱我全都花完，我不就行了吗？对吧？那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作为一个普通人，省钱绝对是没有错的，存钱也绝对是没有错的。但是普通人他的问题在于什么？他的问题就在于，只要你留下，就是只停留在这个省钱存钱这一步，这就是普通人最大的问题。你在这儿你就止步不前了，对吧？你辛辛苦苦就是攒下来的每一分钱，赚到的每一分钱，你都要想办法给它找到一个靠谱的去处才可以让钱主动出去帮你去打工，实现你自己的财富的增值，而不是让它安安稳稳的趴在那儿一动不动，让它躺在你的这个账户里边一动不动，绝对不是这样，对吧？然后趴在那儿一动不动的结果就是被这个通货膨胀一点一点的给你吞噬掉你这笔资金的价值。那这一点我会后面单独出个视频再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我们这一期先讲钱，好吧？我们继续往下讲。
那么这个银行创造出来的新的资金之后，这个钱它会流向于哪里？也就是说它会去到什么样的地方，对吧？我们把我们现在这个眼前的这个视角从银行的窗口我们转移到，如果说刚刚现在你想去创业的你本人身上这就很好讲话了，对吧？你刚从这个银行拿出来了，借贷了10万块钱，对吧？然后呢你把这笔资金拆分在了4个需要花钱的核心的地方，哪4个？比方说拿出3万块钱去做一个装修团队的一个费用，拿出2万块钱去采购你这个开店需要所用的设备，拿出1万块钱去交纳这个门店的房租，那么剩下的资金全部用来给门店的员工去发放工资，还有你自己的额外工资，对吧？那刚刚好你的门店比如说招聘了一个普通的员工，这个员工他每天就是上班下班干活，上班干活下班，天天就这样，一往如此。那么到了月底之后，他的银行卡里就会准时的收到你给他打入的几千块钱的资金，对吧？这是他属于他的劳动报酬。那么拿到这个工资之后的他，又开始源源不断的在这个社会上进行去消费对吧？房租、水电、物业、花呗、借呗，对吧？全都弄完，是吧？还有日常的购买的衣物休闲、咖啡玩等等吧，对吧？那么如果说你现在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你去观察这个场景，装修团队赚到的钱会消费，房东收租的钱也会消费，他拿到的工资也会消费，市场上的钱看似是在不断的流动，到处的去跳，让人看的是眼花缭乱，完全摸不透规律，对吧？但是呢，你只要把这些所有花钱的人和收钱的人，你把它整合到一起，那么你就会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整个市场来回倒手资金的，从头到尾就只有2个主体。第一类是自然人，自然人是什么意思？就是代表着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普通人，对吧？是有血有肉的那么有血有肉的就是我们这种的普通人作为自然人去作为消费。那么第二类它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人，它叫做什么？它叫做法人，也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你比如说公司的法人，对吧？或者说线上线下这种平台以及所有的机构，再加上各大银行，这些合法的组织在法律层面上都属于法人，你可以这样理解，属于一个独立的法人。也就是说，不管是自然人还是法人，每一个主体都需要有一个专门的资金的账户，专属的资金账户。那每一天都是在重复2件事，我不断的去花钱，不断的支出然后我不断的收钱，不断的去入账。那么你花出去的每一笔钱，对于你来说就是你现在所谓的成本，你收进来的每一笔钱对于你来说就是你的收入，对吧？那么你仔细的去品一品这个万能的逻辑我接下来讲一个公式，就是你积纳房租，你缴纳房租是你个人的生活成本，但却是这个房东的稳定收入，是不是？那么公司给你发放你应该得到的这个工资，那么是公司的经营成本，但是呢，这笔资金却是你自己的劳动收入举个简单例子，你去理发店去理发，你去消费是你日常的成本，但是对于理发店来说是它的经营收入，对吧？但是我们抛开这个资产的贬值再加上这个物品的折旧资产增值等等这些所谓的复杂的因素，我们这些先不看我们先不看。那么整个社会绝大多数的流转资金，它都是在成本和收入这2种形态里边无限循环来回去就是倒换的，来来回回回回来来。而且你一定要记住的是一个你必须要记住的一个贯穿你一生的财富的铁律，就是市场上面的钱永远都是从需要解决问题的人手里流向能够提供解决方案人的手里，是这个道理，对吧？你只要真正能看懂我说的这每一句话，那么你人生当中其实绝大多数的财富的困惑都会迎刃而解如果说你现在就是每天早起晚归，拼了命的上班，拼了命的努力，
但是你干了很多年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比如说你到了35，到了40岁，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就是想要把你的工资往上涨，真的是难如登天。这根本不是就是你老板心里比较坏，或者说他压榨员工，或者说你不够努力，不是这个原因。核心的原因是很现实的，非常现实，就你的工资永远是公司的经营成本，而所有企业它的成本天生都是被不断的压缩的。你要考虑这个问题，就是尽量减少的，对吧？反过来呢，我们想通过这个赚钱的逻辑，如果说你真心的想要去提高自己的收入的情况下，就是千万不要傻傻的去问别人，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才能够让我的工资有所上涨？我到底怎么办才能够赚到更多的钱？你真正应该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市场上的所有人凭什么愿意给你付费？凭什么愿意付出更高的成本给你更高的这个收入的资金，对吧？而这个问题的最终的答案是什么？只存在于2个字里面，那就是需求。这是所有人赚钱核心的底层逻辑，就是需求2个字，对吧？那这个需求我们放在下面，我单纯的拉出来一期给大家做一个单独的视频，因为它需要聊的核心很多，对吧？那我们这一期先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重点的核心，我想讲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搞懂了现在金钱在社会上的运转和这个2大核心的一个真相。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牢记到心里一件事，就第一件事，搞懂这个钱的来源。市场上的钱不是被所谓印刷出来的，也不是被打印机打印出来的，全是凭着借贷去创造出来的这个源源不断的新钱所谓的这个财富凭空而来，但是能够实际落地，对吧？会源源不断稀释掉我们手里的这个钱的购买力。那么第二件就是搞懂钱的流向，就是市场上所有的资金、所有的钱、所有的储备金永远都是从需求就是解决问题的那一方流向于这一方，对吧？流向真的能够提供这种解决这个需求的问题的方案，或者说创造价值的一方。那么大家现在可以打开自己的手机银行自己看一看，对吧？打开自己的支付软件都行，你认真的去翻看一下你就是上个月的全部的这种的工资，以及上个月全部的流水，你好好看一看你自己的收入，对吧？你的进水口到底有几条？进水口往里边来，日常的支出又有多少条往外散？你看看是不是翻倍的去增长的，对吧？所以说你好好想一想，自己手里的钱有没有在主动帮你去创造你自己的价值，去给你增值，还是干巴巴的就是放到你的活期的账户里面持续的去贬值就算你现在就是比如说你现在的财务状况它是不理想的也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绝大多数的普通人都是这样的状况。你不要认为我讲的这件事是非常小的一件事，它真的可以改变你一个普通人的一生，对吧？当然我们也不需要焦虑，我们也不用着急，对吧？我们就一步步的去慢慢的学，慢慢的精进。咱俩是同桌，对吧？我懂得我可以分享给你，至少从今天开始你已经知道，你已经彻底搞懂了这个钱，对吧？自己在这个整个财富当中的一个版图当中你所处的一个位置你只有清楚知道自己的位置，当下适合站在哪里，对吧？搞清楚这个钱的逻辑，钱是怎么来的，你才能够精准的去判断，对吧？自己接下来的每一步应该往哪一部分发展，然后自己的资金该流向哪里或者说你该往哪一个方向去努力，对吧？下一期我会给大家分享真正能够发大财的人到底他做对了什么。